大将军要求娶在北狄做了3年军妓的温家大小姐，她早已被折磨得精神错乱，染了一身恶习，还爱偷藏东西，一有人靠近就大喊大叫，腿也瘸了一只，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我提醒他，将军，娶这样一位妻子是会被万人耻笑的。嬷嬷，她是温角。我当然知道她是温角，当年那个名动京城的第一才女佳人，可那也是3年前的事情了。温角是以妾的身份嫁进来的，走的是侧门，一顶红轿就抬进来了，两家甚至都没有办婚宴。老爷不愿意让这么一个疯癫的女人坐走正门，怕让魏家蒙羞。其实不怪老爷这么想，毕竟现在温角是整个京城的笑话。她是在北狄军妓的营帐里被发现的，那可是个地狱式的地方，那里面又脏又臭，女人都被铁链锁起来，像关牲扣一样关在一起，墙上挂着各种刑具，扎进指甲里的长针，烧红的烙铁，口夹，一旦哪个女人不听话，免不了一顿大刑。这一套刑罚下来，骨头再硬的女人也该软了。这些话是将军身边的跟班小六告诉我的。谈到那个地方，他一个劲的摇头。地狱，那里比地狱还可怕。北狄人在折磨人上的手段真够阴毒的，人不被当人，连牲口都不如。我们的军队杀进去的时候，看到里面的惨烈场景，愣是没一个人敢进。最后还是将军带头，让人脱下披风盖在那些女子身上，把她们带出来的。成国战败，进献给北狄一共3000名女子，可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53个。到现在活着的只有温角一个人了，其余52个女子回来后不到1个月时间内全部离奇死亡，有自尽的，有意外病故的，有离奇失踪的，反正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罗织成各种罪名，将这群刚从北狄狼窝里回来的女子又送进了地狱。温角能活，是因为将军每日都去温府看他，温家人暂时没机会下手。魏林原以为将那些女子从北狄救出来，他们就会安全了，可他低估了流言蜚语和礼教的厉害。且不说在他们北狄当军妓，清白被人玷污了，不但嫁不出去，还会让家族蒙羞。更何况那些女子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所有的大圣国人当初战败被北狄压迫的那段屈辱时光。他们用身体甚至生命为圣国换来了3年和平，但3年后的圣国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的存在就成了圣国的耻辱。52个人都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一点风声传出来。魏林知道这件事是个巧合，那天他处理军务晚了，但又实在想温角的厉害，他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魏林怕吓到他，他想偷偷翻墙去，远远看他一眼就好。没想到就是这一眼，他撞见了温府的下人在灌温角喝药，他张牙舞爪，拼命的挣扎。一个老仆叹气：小姐，你就乖乖喝了吧，这个药是慢性的，再过10几天你就不会再痛苦了。呸！还当你自己是大小姐呢，别的都没了，就你还有脸活着。温家脸都被你丢尽了，二小姐有你这么个姐姐真是倒霉。你赶紧喝吧，别误了二小姐的姻缘。温角被送去北狄后，他的妹妹温雅便替了他第一才女佳人的位置。现在人人只知温家二小姐温雅，不知其姐温角。如今温雅也到了婚配的年纪，有这么个疯疯癫癫、精神不正常的姐姐，势必会影响到她的婚事。什么姐妹情深，左右不过利益2字。魏林怒火中烧，一剑斩下那个恶仆的手，鲜血四溅。那人捂着手臂在地上打滚，哎呦哎呦叫唤个不停。他扬剑指着另一个人，恶狠狠质问：谁让你们这么对他的？将军饶命！小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也不想，但老爷和夫人下了死命令，要他半月之内必须死。您天天来看他，突然暴毙显得太刻意，这才让我们用慢性毒药。没办法，他们活着就是圣国的耻辱，家族的耻辱，其他人都死了，他也得死，才能保全温家名声啊！其他人是指谁？就您从北狄带回来的53个女子，现在只有小姐一个还是活着的。手中的剑哐当坠地，魏林浑身颤抖地倒退了2步，险些跌倒。那天将温角带回了魏家，小六蹑手蹑脚地来敲我的房门。嬷嬷，你快去看看，出大事了！我赶紧披上衣服，跟着他来到魏林房间。屋内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腥到让人作呕。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涌，往里走了几步。魏林房间的陈设很简单，没有多余的摆件屏风或是帷幔。我一抬眼便看到了躺在床上，浑身被血染得鲜红的温角。我赶紧跑过去，这哪里受得这么重的伤？魏林捂着胸口，哑声道：他只是睡着了，身上的血是我的。这才注意到他的胸口正在源源不断地往外渗血，脸色苍白的过分。我大骇：到底是谁，还能伤了你？魏林身手了得，
别说在圣国内无人能敌，就算是以剽悍著称的北狄人，也没一个能伤得了他。能把他伤到这种程度的，那不是神就是鬼了。魏林咬牙忍着疼痛，颤声回我：是他伤的，你给他擦一下身子，换身衣服，我去找大夫治伤。魏林强撑着起身，小六赶紧跟着出去。等我给温角换好衣服，小六才蹑手蹑脚的进来。他和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叹息一声：将军当时想抱温角回来，但他被温家那些人吓怕了，尖叫着捡起将军落在地上的剑就是狠狠一刺。将军又不舍得伤他，就由着他刺，最后还是我一掌把他打晕了才能带回来。守温角守到后半夜，魏林还没回来，我推了推鼾声震天的小六，问：将军在哪里治伤？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我去，我脑袋糊涂了。我陪将军到医馆后，他问了我一嘴哪里有卖香火的，他会不会半夜跑到乱葬岗祭奠那些死去的女子去了？完了，对，乱葬岗在山林深处，山路陡峭，若是平时的魏林，我们自然不必担心，但现在他受了重伤，保不齐会出什么意外。我立马去取了2个火把，和小六上山去找人。好在今夜的月色很好，明月高悬，散落一地清辉。我们找到魏林的时候，他正坐在地上喝酒，旁边是一堆正在熊熊燃烧的香纸，明黄的火光摇晃，火苗蹿声跳跃，他的面色极为冷峻。小六说：将军现在一定内疚极了。他说当初他们救下那些女子后，有几个女人半夜出逃，其他士兵以为是刺客，抓到将军营帐去受审，才发现是今天救下来的人。那些女人跪下来求他：将军，回去我们会死的，我们忍气吞声，像牲口一样才活到现在。我们在这里受辱3年，没了清白，回去肯定会死。不会的，你们是圣国的英雄。我领兵征战前，你们的父母兄弟还来魏府送礼，托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来，他们都很思念你们。他说的话不假，魏林出兵前，确实很多曾经女儿被带走的人家都来魏府送过东西，3000名女子，其中有不少是一些小官或是商人的女儿。魏林太年轻，太自信，不懂其中的弯弯绕绕。他不明白，很多人只嘴上说着思念女儿，其实不过是想借此机会送礼和魏家拉近关系。平日里想办法结交都结交不到，现在趁这个机会拉近关系，何乐而不为？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有一个在敌国做过军妓的女儿，还不如没有。月明星稀，夜风一阵阵地吹，将魏林额前的碎发吹得很乱。他仰头给自己灌酒，不小心被呛到，剧烈的咳嗽起来。这一咳嗽就扯到了伤口，刚包扎好的白色绷带被血染红一片。小六急忙过去：将军，你别喝了。魏林将酒坛子砸在地面，仰天大笑，笑着笑着，他又哭了出来。我以为他们见到自己的女儿受了这么大苦，必定会心疼不已，好好补偿照顾他们。3年，在北地那个炼狱一样的地方待了3年都没要了他们的命，回来圣国不到1个月居然就死了，还是被自己挚爱之心的亲手所杀，真可笑啊！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呢？他把那些女子带回来，是对还是错？谁也说不清。我走过去劝他：将军，这不是你的错，这世道就是如此。失了清白的女子会被万人鄙夷，万般皆是命。哼，世道什么世道？若世道真如此，我偏要了这世道。魏林说这话的时候，当真像极了故去的沈夫人。沈夫人真的将她和大小姐2人都教得极好。我叹了口气，想到沈夫人，心中酸涩的紧。魏林的生母沈夫人对我有恩，我的女儿刚出生时就被溺死了，我拼了半条命才生下来的女儿，粉粉嫩嫩的一个，就这么被按在木桶里溺死了。我歇斯底里的哭喊，公婆在一旁冷冷地说：第1胎要生男孩，女孩属阴，男孩属阳，是女孩会带来霉运。我气急了，等身子稍微好一些后，便收拾行李逃走，兜兜转转来到魏府做丫鬟，在夫人身边伺候。但不久后，我被夫家人找到，他们想抓我回去，人人都说我这是私自逃出夫家，理应把我还回去。是沈夫人出面帮我，我才能留在这里。她长得极美，眉目如黛，眼如秋波。她常常说什么封建社会，什么人人平等，女子的权利之类的话，我听不懂。我只知道沈夫人待我们每个人都极好，老爷与沈夫人一开始感情极好，后来柳曼堂出现后就变了。我老是看见沈夫人流泪，柳曼堂时常来挑衅沈夫人。你以为你真的能斗得过世家大族培养了10几年的高门贵女吗？我从未想过与谁相斗。那时沈夫人时常仰着头看着如墨的天空叹气，说她想回去。我问沈夫人想回去哪里，她又笑笑不说话。半晌，沈夫人问我：阿友，
你觉得人人平等，女子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之类的话很可笑吗？夫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男尊女卑、皇权至上，您突然这么说，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不敢说那些话愚蠢，只是这确实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沈夫人怅然地望着远方，半晌才道：“我来这里之前常看一些小说，里面无一例外都把穿越女写得又蠢又笨，而里面的世家贵女聪慧过人，凭借权势把穿越女设计的下场凄惨。可我那时还是希望穿越女能赢，因为小说里面把人人平等这个观点说得很愚蠢，皇权至上，家族势力则是天经地义。可我想，无论穿越女再怎么愚蠢，或许她所说过的话会如同掀起的星星之火一样，影响到后世的某一个人。那人某天或许会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比世家贵女高高在上的宣扬阶级论要好。所以即使知道会被人嘲笑，我还是会说这些话。我也甘愿做了小说里愚蠢的穿越女。”沈夫人那天说了很多话，我还是一句都没听懂。后来沈夫人生了一场大病，生命垂危之际，她拉着我的手：“阿苑，魏府中我只信得过你，你帮我照顾好阿韵和阿林，他们还小，思想还没定型。你别和我之前一样教他们人人平等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你要教阿韵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教阿林君臣之礼，三纲五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好好在这里活下去。尤其是阿韵，她是女孩子，在这世道里生存会更加艰难。你要花费更多精力教她生存之道。”沈夫人和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可她去世的时候，像是最终认清了什么一般，最终还是被这个世道同化了。那时候魏林才7岁，魏韵12岁。魏韵心思敏感聪慧，见到母亲的惨死，懂事得多。后来进宫也是一路小心翼翼，最终走到皇后之位。但魏林，即使我再怎么教她，她也还是只认沈夫人教的道理。第二日，魏林在朝堂上求取温角，朝野哗然。魏丞相更是当着百官的面训斥他：“孽子，休要满口胡言！婚事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轮得到你做主？”爹，我与阿角当初的婚约不是您亲自定下的吗？沈夫人过世的早，我是看着魏林长大的。他和温角的婚约在很久之前便定下了，那时候他还不是名震四方的镇国将军，温角也不是人人厌弃的北狄娼妓。那时候的温角，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天上的皎皎明月。她是京城的第一才女，也是公认的第一美人，琴艺冠绝京城。每年的春季都是她代表神女在凤凰台上弹琴祈福。她的书画诗词更是一绝，千金难求其笔墨，无数书生写词夸赞她，一会儿将她比作9天仙女下凡尘，一会儿又将她比作冰清玉洁的皎皎明月。她像神仙似的，人人趋之若鹜，出行一次能引得万人空巷。温家和魏家世世交，两人青梅竹马。魏林性子跳脱，喜欢骑马射箭练武，操练场是他最常待的地方。而温角性子温吞，平日里待在闺房中练琴作画，偶有诗会或是京城贵女设宴才难得出门一次。这样两个性子截然相反的人，却相互吸引，相互靠近。温角为魏林的扇面题诗作画，魏林为他带去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竹蜻蜓、泥塑、唐人，每天变着花样逗他开心。后来老爷为两人提前定下婚事，不然等温角到了及笄之年，求亲的人怕是要把门槛踩烂，到时候即使是魏家也不一定能求到这门婚事。那时候魏韵已经入宫为妃了，甚为得宠。他最怕的是到了下一届选秀女，万一温家把她送进宫，那么魏韵肯定要失宠。让两人定亲，不但巩固了两家的情谊，而且还为魏韵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威胁。虽有算计在里面，但也实实在在为两人定下了婚约。婚约在3年前他被送去北狄的时候就已经默认取消了。魏丞相怒目圆睁，魏林嗤笑：“默认？谁默认的？”魏丞相大怒：“你逆子，少给我说这些！你要胆敢娶一个北狄军妓回家，我就一头撞死！”眼看着父子二人其中一人就要血溅当场，皇上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劝说魏林：“我看丞相说的倒也在理，纵使温角曾经风光过，但那也是曾经了。他现在不过一个北狄娼妓，你如今是我盛国的镇国将军，我看只有昭华公主才能配得上你。”提到昭华公主，魏林面色瞬间沉了下来。3年前去北狄和亲的本该是昭华公主，那时候北狄只要5000万两白银和一位公主和亲，没有要求陈国献上3000贡女。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半路的时候昭华公主逃婚了，她一路逃回盛国，抱着皇上的大腿哭得稀里哗啦，说自己不想去和亲。半路逃婚，
对北狄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北狄立刻挥兵，是要荡平圣国。有人说应该立刻将昭华公主送回去，又有人说昭华公主姿色平平，更才气不佳，送回去难以平息北狄王的雷霆之怒。什么样的绝世美人能做到呢？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温角，纵使温大人不愿，但毕竟皇命难违。当夜，他就给温角下了迷魂药，将他塞进了前往北狄的花轿。北狄王果然大喜过望，决定不再追究公主逃婚之过。但他尝过了圣国女子的温柔美好，甚为满意，又要求陈国再献3000宫女带回去给北狄士兵享用。昭华公主从小锦衣玉食，享万民供养，关键时刻却不承担公主职责，一人逃婚，导致3000户圣国人家骨肉分离。温角和陈国3000女子替他承担了罪责，可他却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甚至在宫宴上骄傲地和其他名门贵女炫耀。听说那个温角在那边过得可惨了，骗你做什么？我可都打听过了，骨头太硬，不愿意向北狄王服软。结果把他的耐心耗光了，被扔到军营里当军妓了，笑死我了！这些所谓的什么才女就是假清高。魏林在旁边的宴席上恨得徒手捏碎酒杯。宫宴散后，他打晕昭华公主身边的2个宫女，拔出匕首将她抵在墙上，咬牙警告：你若再敢诋毁温角半句，我必取你性命。靠得太近，昭华公主直接脸红了，她甚至忘了自己正在被威胁，娇羞地说：好吧。魏林继承了沈夫人的美貌，长相极其出挑，貌美如温角，多少公认的美男站在她身边都逊色3分，唯有魏林与她站在一处，才让人不由得感叹真是天作之合。若他不是整日骑马射箭练武，而是和别家少爷一样常年出席各种诗会宴席，说不定现在的京城闻名的清雅公子便不会是别人了。自那以后，昭华公主3番5次以想要练习骑射的名义去操练场找他，魏林一心扑在军队训练上，对他置之不理。皇上后来想为昭华公主赐婚，但她非魏林不嫁，温角是魏林的未婚妻，将她送去北狄，皇上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他不好明面上逼婚，只能多次暗示，如果魏林娶了昭华公主，可以为他破驸马不得入朝为官的规定。魏林装作听不懂，多次拒绝，拖到现在，昭华公主已经年满20了，还未出嫁。此番皇上再度提到只有昭华公主能和她相配，又是在暗示他娶公主。魏林仍旧不回应，他转身面向百官，一字一句道：我昨日方才得知，我从北狄救回来的53名女子，如今只有温角一个人还活着。可笑的是，北狄3年酷刑都没有让他们失去生的希望。诸位知道长针从指缝扎穿进去是什么滋味吗？尝过皮肉撕裂、筋骨寸断的痛苦吗？3年前若不是他们前往北狄，如今你们还能在这朝堂之上衣冠楚楚的网论是非吗？陛下，您的王位还能安坐吗？你们口中的北狄娼妓，承担了公主之责，护佑圣国3年安宁，如何不能与我相配？朝廷百官面面相觑，有些难堪。魏林撕下了他们脸上最后的一层遮羞布，不过是一群靠着女人换天下和平的懦夫。他这番话实在是大不敬，皇上立刻黑了脸。魏丞相面色猛地一白，他怕继续这么下去，魏林还会说出些什么来，急忙插话：陛下，犬子年轻气盛，口不择言，是臣教导无方，娶妻要陛下赐婚，还要明媒正娶，3书6礼，前后至少要耗费1个月时间，切实不用那么多礼节，一顶小轿就可以立刻带走。我允你纳她做妾。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自把温角带回魏家了，你放心送她回温家。你不为魏家考虑，难道也不为你姐姐考虑吗？她肚子里是你的外甥。虽然只是魏丞相为了暂时稳住魏林做的让步，但他说的也确实不假。如今温家对温角有了杀心，是万万不能送他回去的。而且魏运和魏林姐弟情深，他也不忍心看着他在后宫举步维艰。我听小六说了今天朝廷上的事，不由得为魏林捏了一把冷汗。要不是魏家根基深厚，他又在这3年内屡建奇功，不但将敌国打得俯首称臣，还将4周狼环虎似的邻国收拾了个遍。就凭他今天这番话，怕是要被诛9族了。魏林坐在温角床前，阿角，是我对不住你，让你做了妾。但你放心，这只是权宜之计，我不会娶妻。等你好了，我就将你抬为我的正妻。我忍不住提醒他：将军，您娶这样一个妻子是会被万人耻笑的。魏林让我贴身照顾温角这几日，我被他伤了好几次。他怕人的厉害，任何人一靠近他，他便抱着头大喊大叫，
哭着求着说不要打他。我喂他解毒的汤药，他却以为我是在灌他毒药，抓着我的手就是猛咬，还打翻汤药，烫得端药的小丫鬟龇牙咧嘴。温角现在的状态，别说是做妾，就连一个正常人都做不了。你现在这般，老爷对您失望至极，以后的家产怕都是要给二少爷了。柳夫人现在怕是正偷着乐呢。嬷嬷，他是温角，他没有错的是这世道，旁人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去。这魏家的家产我也不在乎。我当然知道她是温角，当年那个名动天下的第一才女佳人，谁人不知谁人不识。可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我看着眼前的魏林，仿佛看到了当初那个鲜活灵动的沈夫人。可沈夫人最后的结局，我咬牙继续道：将军，您若是非要娶温角，沈夫人在地下怕也不会同意的。虽然这么说对不起温角，但我必须这样做。沈夫人当初的死和柳曼堂脱不了关系，沈夫人一死，他便立马鸠占鹊巢成了柳夫人。好在老爷对沈夫人怀着愧疚之心，即使后来柳夫人生了二少爷，他也全将重心放在培养魏林上。柳夫人早就愤愤不平许久了，如今魏林非要娶温角，岂不是正中他的下怀？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沈夫人的孩子又在被他算计？提到沈夫人，魏林面色一顿，半晌，他轻轻摸着温角的脸，淡淡道：我娘会同意的。她见到我长成如今这样，定会感到欣慰。如果我真的因为害怕外界的流言蜚语而抛弃阿角，她才会对我失望。我一时竟无言以对。或许他说的是对的，沈夫人那样的人真的会让魏林把温角送回去等死吗？我想不会。我看着躺在床上的温角，微微叹了口气。温角进门那日闹了好大的笑话，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极其不稳定，是被绑着上花轿的，就是怕他在半路闹出什么来。魏林还细心地将麻绳换成了柔软的丝绸，我怕他半路应激，又给他喂了安神的药。可是千防万防，意外还是发生了。花轿在距离魏府侧门不远处颠簸了一下，这一颠簸不知道唤起了温角什么痛苦的记忆，他突然大喊大叫起来，一会儿求爹娘不要这么对他，一会儿又喊救命，他好痛。惨叫声立刻引起了路人的注意，一群人围起来挡住花轿的去路，议论纷纷。这不会就是那个从北狄回来的温家大小姐吧？像个疯子似的，难怪温家不认她，可不是嘛？这魏府可真够心大的，居然容得下一个北狄娼妓给魏林做妾。想当初这温角也不知是多少男子的梦中人，如今这样还真让人唏嘘。人越聚越多，温角的反应也越大，他拼命地用身子撞花轿，一个轿夫没站稳，花轿直接摔了。温角蜷曲着身子从花轿里爬出来，瑟瑟发抖地拖着一只瘸脚，跌跌撞撞地想逃走。梳好的妆发在地上全蹭乱了，披头散发的活像个女鬼。众人一看他这副模样，嫌弃之情更甚。魏林赶到时，他正被众人围着看笑话，围观的人见到他来了，也怕得罪魏家，一哄而散。魏林抱着跌在地上的温角，没事了，阿角，已经没事了。你现在很安全。温角被紧紧抱住，挣脱不开，索性恶狠狠的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脖梗这么脆弱的地方被这么一咬，鲜红的血液瞬间涌了出来。魏林疼得眉头紧锁，可他仍旧抱着温角不放手，固执的重复：阿角，我带你回家了，没事了。他眼角的泪顺着脸颊滑落，豆大的泪滴砸在地上，不知道是内疚还是心疼，或者二者兼有。直到他情绪终于稳定下来，魏林动作轻柔的弯腰将他抱回魏家。医师给他包扎时，一个劲摇头，他这是下了狠力气，就是奔着置你于死地去的。要是咬到的是脖子的大动脉，你现在能不能活都是问题。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镇国将军，居然差点2次死在一个女人手里。说出去实在是让人唏嘘。魏林摸了摸脖子上缠着的白纱，眸色深沉。他在北狄一定受了很大的苦。医师看了一眼躲在墙角将自己蜷缩起来的温角，摇了摇头，不再说话。我送走医师，想到2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什么东西，又去厨房端了2碗炖好的玉米排骨汤过来。闻到排骨的香味，温角两眼放光，他咽了咽口水，目光颤颤地望向魏林。魏林无奈地笑了笑，过来端过其中一碗，蹲在他面前。阿角，我喂你好不好？温角不回答他的话，心急的直接伸手进碗里抓排骨。才刚出锅的汤温度很高，温角被烫到，一下子缩回手。魏林急忙将汤放下，捉过他的手查看。我翻出房间里的金疮药递给他，魏林一点点擦干净他的手，将药抹在他的手上。他的手臂露出来一小截，
全是大大小小的疤痕。我上次给他换衣服时，也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陈年旧伤。他浑身上下估计就只有脸没有伤痕，那么漂亮的一张脸，北狄人或许也舍不得毁掉。魏林的目光凝在他手臂的伤疤上，温角咬唇，愣愣地看着他许久，喃喃道：“对不起，我刚刚不该咬你。”魏林眼睫微颤：“你知道我是谁吗？”温角摇头。他又问：“你知道你是谁吗？”温角还是摇头。魏林让我抱一套新的被子过来。温角怕人，尤其怕男人，他不敢与他同床共枕，但他又想时刻陪在温角身边，索性准备直接在床旁边打地铺。我去的时候，魏林正在喂他喝药，不知道哄了他多久。这次温角居然没有应激，他乖乖的一口一口喝掉药。魏林奖励了他1颗糖，温角含着那甜丝丝的糖，居然哭了出来。魏林抹掉他眼角的泪，慌张的问：“怎么了？是糖不甜吗？”温角不说话，突然将药碗砸碎，捡起地上的一块碎片。他将尖锐边缘对准魏林，手颤了一下，划破了他的脸。见到丝丝鲜血渗了出来，温角突然一个劲的后退，直到后背抵到床沿上，手里拿着瓷片呈防御姿态。他颤颤地问：“你想做什么？”怕他伤到自己，魏林眼疾手快地捏住他的手腕，将瓷片夺过来扔在地上。他轻叹一声：“阿角，好好睡一觉吧。你不想见我，那我出去睡。”温角扬头：“你对我这么好，不是为了欺负我吗？”我的心猛然一颤。不是。他揉了揉温角的头：“我只想你叫我一声魏林。”温角抿了抿唇，神态很是不解。半晌，他还是喃喃地唤了一声：“魏林。”时隔3年，再次听到这声日思夜想的魏林，他的身子都忍不住发颤。我也觉得心脏被揪得生疼，我怕我继续待在这里会忍不住流泪，赶紧抓紧时间铺好被子退了出去。我在房间里辗转反侧睡不着，心中难受的紧。曾经的温角温柔美好，唇角总是噙着浅浅的微笑，外貌才华家世修养都是最好的，如众星拱月。可如今那个曾经皎皎如明月的天之娇女是真的不见了。我不敢想她到底在北狄到底受了多少折磨。我叹息着推开房门，准备去外面散散步。没走多久，便看见了坐在亭子中独自饮酒的魏林。魏林之前很少喝酒，他忙着日夜操练军队，喝酒容易误事，只有打了胜仗才会和军营里的兄弟们喝。打败北狄后，没有需要出兵的地方，军中的训练宽松了许多。魏林将挤出来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陪温角。我从没想过一个男子也能如此细心。我活了这么多年，向来只见过妻子事无巨细地照顾丈夫，还从没加过有谁家丈夫有耐心照顾妻子的。我坐月子时，下半身剧痛下不了床，我丈夫每日将一碗冷饭扔在床头，怨我娇气。他还说自己每日忙着卫生计奔波，还给我送饭已经是很好了，让我要知道感恩。妻子病了，给口饭吃就算是照顾了。后来我逃到了魏府，见多数高门贵胄也是这样，老爷病了，夫人要衣不解带的亲自伺候；夫人病了，就只是几个丫鬟围着照看，老爷则不知所踪，从来都是如此。可我见魏林因为温角的一只腿瘸了，走路会难受，他便亲自挑选柔软的棉绒地毯将房间铺满。每日他吃的东西魏林都要尝过，喝药更是亲自来哄着喝。无论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来陪温角说话。为了治好温角身上的伤，他几乎为他寻遍了名医，可是他身上的伤都太久了，医师纷纷表示只能改善他的状况，不能彻底治好。后来魏林不知听谁说儋州有一位堪比华佗在世的神医，他毫不犹豫地不远千里去寻。神医说他经不起快马一路颠簸，要乘马车慢慢前来，沿途也顺便为一些百姓看病，让他先回来。虽说要耗时间久了些，但总归有了希望。魏林一个大将军都有时间做这么多。我忽地想起那年我丈夫说自己忙碌的那些话，觉得有些可笑。我照常为温角送去补药，魏林自然而然地接过，舀起一勺放在唇边吹凉。见这一幕，我由衷的羡慕，温小姐真是命好，遇上您这么个顶好的男子。魏林纠正，不能这么说，分明阿角也是个极好的女子。是啊，3年前的温角，魏林都不一定能与之相配。纵使曾经风光不再，但也不能否认她是个顶好女子。温角不那么怕人了，她的情况一天天好转，可我很快便察觉出了不对劲。温角爱偷藏食物，她学会主动说话后，经常和我说饿，我拿来糕点给她，转眼盘子就空了。魏林回来时，我将心中的疑虑告诉了他。温角现在很听他的话，他来问最适合不过。用完晚膳后，温角又说饿，扯着我的袖子让我给他拿吃的。魏林握住他的手，
轻声问：“阿角是真的饿了吗？”温角垂眸，点了点头。魏林，我们上次才约定好不能对对方撒谎，阿角要骗我吗？他咬唇，沉默了一会儿，有些心虚地说：“我藏起来了，我留给其他人吃的。”魏林问：“其他人是谁？”不知道，很多人，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有吃的都要给藏一点给大家分的。魏林沉默了。温角在北狄3年，他口中的其他人还能是谁？只能是那些死去的圣国女子，她们在那个地狱式的地方相互扶持，相互照顾，才苟延残喘的活下来。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魏林抱住温角，下巴抵在他的颈窝处，肩膀微微颤抖。察觉到他情绪，温角小心翼翼地问：“你生气了？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魏林摇头，没有。不过阿角留的这些东西他们收不到，我哪天带你去烧给他们好不好？温角迷茫地点点头，犹豫了一会儿，抬手回抱住他。第二日，魏林带温角去乱葬岗祭奠那些无辜死去的圣国女子。我将他藏起来的那些糕点一一打包好，又和小六去香纸铺买了许多香火，和他们一起上山。山路陡峭，魏林背着温角上山，见到这一片大大小小凸起的坟包，温角神色明显一顿。小六熟练地点燃纸钱，又将一把香和蜡烛点燃，沿着小路插上。魏林接过我打包好的那些糕点食物，交给温角，让他扔到火堆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当那些东西被扔进火里的一瞬间，跳跃的火光倒映在温角漆黑的眸子中。那一刻，他的眼神分明有了片刻清明，不是之前那种茫然无措的眼神，是清晰的、明亮的，藏着巨大悲痛的眼神。那不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该有的。可只那一秒，下一秒他便回归了之前的迷茫状态。我揉了揉眼睛，有些怀疑是我自己看错了。魏林下令，温角和他住的地方不允许我和小六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进入。一来温角现在的状态还不稳定，他怕人多吓到他；二来他和柳夫人向来不对付，老爷也对温角意见大得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到底还是在魏府之内，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魏林把他保护得再好，也总有意外发生的时候。那天恰逢魏丞相过45岁寿辰，不少达官显贵都前来祝贺，院墙之外鞭炮喧天。温角害怕地缩在被子里。魏林他人呢？你告诉我，他人呢？你放心，他没事。今天是老爷的寿辰，他是家中长子，肯定是要出席的，晚一点他就回来了。温角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自己有点冷，让我给他端碗热汤喝。不知不觉已经入秋，天气逐渐转凉，我也没多怀疑，直接去了厨房。没想到这一走就闯了大祸。我回来时温角不见了，鞭炮声齐响，人头窜动，我着急的四处寻找，忽地见大堂前人里里外外的围了一圈。温角驼背缩着头，扯着魏林的衣服躲在他身后。二少爷见到他眼睛都气红了，指着他说：“你是送给北狄国的人，你来我爹的宴席上做什么？”语气中带着些孩童般的懵懂。二少爷一不小心撞倒温角，笑着说：“忘记了，是大哥带你来的。大哥做事果然不同于常人，居然能带着你来。他才10岁，若不是大人教，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挤进去，看见柳夫人正在安抚嚎啕大哭的二少爷。魏林将他一脚踹开，摔得老远。他大哭大叫：“娘娘！”你身为我魏家的独子，竟然如此待你母亲！老爷，你平日里偏心眼儿，只在乎魏林这一个儿子就算了，可现在我的儿子受了这等欺负，你也不管吗？我知道我一个大活人不该和一个死人计较，可我儿子就是我的命，他不过一个孩子。不过无心多说了2句，就被如此对待。若是以后真的换成魏林当家，那我们母子哪里还有活路呀？柳夫人还是和之前一样，冠会妆柔弱博取同情。好好的一场宴席，现在被闹得鸡飞狗跳。前来祝贺的宾客一个个面面相觑，拼命憋笑。本来上次温角进门就闹了好大的笑话，现在再有这么一出，魏家真成了全京城的笑话。魏林握住温角的手，温声问：“阿角，谁带你来这里的？”温角往他身边缩了缩，他说你找我，带我过来的。你胡说，我根本没见过你。可温角一个精神恍惚的人，有什么理由诬陷他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柳夫人故意把他带出来，就为了羞辱魏林。二少爷是谁教的，就更不用说了，真是好一出大戏。在场的人个个看得津津有味。魏林拔出长剑，剑指柳夫人，冷笑道：“谁给你的胆子动他？”我呼吸一滞，再怎么说柳夫人现在也是他名义上的母亲。魏林居然毫不犹豫地拔剑相向。我给的胆子？怎么？
难不成你还想弑父吗？孽子，她再怎么说也是你母亲，你竟敢对她拔剑！这魏家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本来你纳温角做妾，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为了这么个做过军妓的女人，现在还妄想骑到你爹头上。魏林冷冷地看着他，忽地笑出了声。他收回长剑，柳夫人被吓得瘫软在地。魏林冷笑，一字一句道：“我的母亲14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魏丞相是你害死了她，你不记得了吗？”你以为你对得起谁？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似是回忆起了某些往事，魏老爷瞳孔骤缩。魏林弯腰将温角抱起，逆着人流带他回去。当夜，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连夜搬出魏府。温角回来后，他便着手开始置办宅子。本来过些时日就打算搬出去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早了些。魏林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同去。我留在魏府本来就是为了报答沈夫人的恩情，现在他要走了，我哪有继续留在这里的道理？我回去收拾了些衣物，还有这些年攒下的一些银钱。一路上，温角安静又乖巧。我回想起方才他指认柳夫人的画面，按理来说，柳夫人不可能亲自去引他过来，一般都是派遣丫鬟去。如果他亲自去，一旦被指认，岂不是破绽明显？柳夫人不可能蠢到这种地步。可温角现在只认识魏林，我和小六3个人，他没见过柳夫人的话，怎么能如此准确的指认呢？我愈发觉得疑惑。刚搬出去不久，儋州来的神医便到了。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双喜临门。来的神医个头发花白的妇人，她的治疗方式奇异又吓人。治疗腿疾，居然要用刀子把腿切开查看，我还是第一次听。我本来还担心这种方法会让温角白白受苦，那倒不如不治。但魏林态度坚决，一定要治。幸运的是3个月后，温角的腿疾真的痊愈了，走起路来和常人无异。他身上的疤痕不知神医用了什么药，居然也恢复了，只留下淡淡的红印。等再养些时日，这些红印也会消失。神医离开前找魏林谈话：“我今日便要离开，你不必相送。但有些话我不得不说，温姑娘的病已经好了，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温角没有疯。”你是说温角没有疯？可以这么说，他没疯，甚至很清醒。他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宁愿这样活着而已。我忽地想起来乱葬岗那日见到的温角眼神中的那一丝清明。如果他没有疯，那么他指认柳夫人就能说得通了。魏林立刻奔向温角的房间，我急忙放下东西跟上去。房门突然被撞开，温角猛然抬头，像是被吓了一大跳。他缩着脖子退到床沿，眸子和往常一样灰蒙蒙的，像是被一层雾气罩住。你清醒了，对不对？温角蹙眉抬头：“你在说什么？你抓疼我了。”我忍不住开口：“将军，或许神医看错了呢，你别吓到他。”温角，只要人还活着，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句话不是你和我说的吗？你看看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你真的甘心就这样活下去吗？我记得这句话，沈夫人刚过世不久，魏林突然离家出走了。那天下了好大一场暴雨，几乎要将京城淹没。我生怕魏林出意外，着急的四处寻找。终于在傍晚的时候，他拖着浑身淋湿的身体，疲倦的回了魏府。那时候他嘴里一直呢喃着的就是这句话。原来这是温角和他说的。我先前还疑惑两人为何性子差别如此之大，却又彼此疯狂吸引。殊不知早在他7岁的时候，便将温角刻在了他心底。听见这句话，温角神色明显一顿，不过也只是一瞬间，他又恢复了往常那副畏缩害怕的样子。魏林死死地盯着他，想在他的脸上找到一丝破绽，可他没有找到。魏林松开他的肩膀，用力握紧拳头，他压下喉间的苦涩：“温角，你说过不会骗我，你食言了。你要继续演好，我陪你演。”他正准备离开，温角突然抬头唤了他一声。他眼底的薄雾散开，眼神清澈明亮：“你说的没错，我早就清醒了。在乱葬岗看到那些坟墓的那一刻就已经清醒了。原来温角真的早就清醒了。”魏林，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你就应该嫌弃我，丢掉我，让我自生自灭。我不是从前的温角了，还差点杀了你2次，你让现在的我怎么见你？与其让这样的肮脏自己和你相认，还不如永远疯掉。魏林转过身来，眼底情绪汹涌，他哑声问：“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肮脏？那与你同去的3000宫女，你觉得她们肮脏吗？温角愣了愣，缓缓摇了摇头。魏林终于不再忍耐，冲过去紧紧抱住她。阿角，这不是你们的错，脏的是虐待你们的那些人，不是你们。你现在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更是那含恨死去的3000宫女。你不只要好好活着，还要活得风光无限。一滴又一滴的泪珠落在魏林肩头，阴湿一小团衣料。温角双手搂住魏林的脖子，在他怀里放声大哭。那些在北狄暗无天日的日日夜夜，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融在这哭声里。随着夜风传到，在圣国每个角落，泣血悲鸣。明明这么久的时间，温角一直在我眼皮子底下，可只有此刻，我才觉得他真正活了过来。大小姐的孩子出生了，我老糊涂了，现在不应该叫大小姐，应该叫皇后娘娘了。皇上甚为高兴，要在宫内大肆办宴席庆祝。魏林是他的亲弟弟，自然是要去宫宴的。这几日魏老爷特意的托人带话，要魏林和他一起进宫。那次闹掰后，魏老爷心里大抵也是有些后悔的，总是有意无意让人来试探他的口风，想让他回魏府。魏林全都视若无睹，这次专门让人来带话，算是主动认输求和了。但魏林没打算搭理他，他牵着温角一同上了前往皇宫的马车。这是温角痊愈后第一次出席这种重要的场合。他今日美极了，一袭月白色云锦，腰间束着素色缎带，眉心一点朱红，只是略施粉黛，已是倾国倾城之姿。温角一出现，便是所有人的焦点。他在魏林身侧，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端方有礼，仿佛他从未去过北狄，一直都是那个如明月清风的温角。好巧不巧，温家人就坐在魏家对面，一家人看着如今恢复如常的温角，一个个瞠目结舌，尤其是温角的妹妹温雅，气得咬牙切齿。温角去北狄后，这第一才女佳人的称号就落到了她身上。她与昭华公主私交极好，背地里不知道编排过温角多少次。明明她今日精心打扮过，可全部人的目光还是瞬间被温角吸引。温雅恨恨地盯着她，起身走到昭华公主身边，不知在她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公主会意，得意的扬唇，高声道：“都知道魏将军的妾室先前弹的一手好琴，已经时隔3年没听到了，不知道能不能在今日再听一次先曲呢？”温角的手刚回温家时，连筷子都握不起，不是他不会握，只是他习惯了急促的用手抓东西往嘴里塞，在北狄能活着就已经很困难，又怎么顾虑得了体面不体面呢？所有人都认为温角的手废了。公主想嫁魏林，本就对温角心怀恶意，上次在朝堂，魏林那番话让皇上难堪，如今他倒也很乐意看魏林执意要娶的人出丑。皇上笑道：“也是当初一曲名动天下的才女在此，不妨再弹奏一曲。”将献曲与魏皇子祈福联系在一起。若是温角弹奏不好，怕是要被扣上诅咒皇子的罪名。魏林刚想开口为他推脱，温角拉住他的手，极轻地摇了摇头。他起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接过乐基手中的古琴。他已经3年没有碰琴了，如今能弹奏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空气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屏息凝神。温角弹奏的是《秋红》，他当初的成名曲。这首曲子的指法繁复，难度极高。温角含笑拨动琴弦，清亮悠扬的琴声在他指尖倾泻，至神之妙，甚至比他3年前弹奏的还要好。曲中掌声雷动，温角起身，淡淡地望向公主身边的温雅：“如今我弹了琴，你作一首诗为小皇子祝贺可好？”温雅的神色从鄙夷逐渐转换到脸色铁青：“赶紧做啊！你平时不是可会写诗了吗？”温雅脸色极为难看，她嗫嚅着，半天说不出2个字。温二小姐，你拿着我写完未发布的诗集，当做自己的作品在外宣扬，那些赞誉声你享受够了吗？你胡说，全都是我自己写的。那你倒是说说诗集中的一首《见闻山》，到底咏的是山还是寺？是山不对，是寺庙。都错了，文山是我在寺中遇见的僧人，不会是我的诗中有关于寺庙的描写，你便以为那是个寺庙吧？温雅脸色极为难看，眼看名声尽毁，她疯了似的将一桌食物推倒。温角，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你怎么不去死？为什么你都这样了，所有人的目光还是被你吸引？我才不要一直做你的陪衬，我要踩着你，让所有人看看我才是最优秀的那个一个。你去死，你去死，我要杀你了！他大吼大叫，冲上去想掐温角的脖子，或许是气急攻心，
还没走到对面，他便捂着头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温家人这下才是真的丢脸丢到了皇上面前。温老爷和温夫人慌忙叫人将他带走，自己也连磕了几个头，请求先行离开。众人一阵唏嘘，原来这京城所谓新的第一才女，不过是个靠着温角的诗沽名钓誉的骗子。真正有才的一直都是温角。宫宴过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角一曲名动天下，温家名声尽毁。最为荒诞的是，昭华公主那日后便匆匆嫁人了。听说她为了嫁给魏灵做妻，不惜让人给她下药，结果魏灵恰巧被皇后叫走了，没有吃她下药的糕点，那糕点被另一个大臣的儿子吃了。两人被发现的时候衣不蔽体，为了堵住流言，皇上只得急忙将公主嫁了。公主哪里受过这等委屈，每日不是给驸马白眼，便是高高在上呼来喝去，还把驸马养在外面的外室活活打死了，天天嚷着是他害的，他不能嫁给魏灵。那驸马也是个气性大的，没娶公主前自己在家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娶了个公主自己活得连个仆人都不如。他被逼得急了，居然直接持刀把公主捅死了。皇上震怒，那大臣家一夕之间满门抄斩。我站在宅子外，看见官兵一个个拖着人往刑场走，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温角为我披上外衣。你知不知道皇后那日叫将军单独会面，谈了些什么？嬷嬷不要忧心，魏灵她自心中有数。话虽这么说，但我却不得不担心，这几日魏灵的行为太反常了。自从在宫宴上见过魏运，她时常早出晚归，甚至连续多日不归家，有时会带军营里的个别兄弟回家，但也不让人招待，一来就将房间门反锁，好像谋反一样。脑中不断闪过那日官兵拉人去刑场的画面，我浑身不寒而栗，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重罪。第二日我刻意起得极早，拦住正准备出门的魏灵。将军，趁还没被发现，赶紧收手吧。将军，三思啊！嬷嬷，有些事不得不做。我和姐姐从未忘记过母亲的教导。皇上比她大整整15岁，他当初要入宫时，我是极力阻挠的，但他和我说，他正是为了实现母亲构造的那个的世界，才要入宫。如今他诞下皇子，我要助他挟天子令诸侯，掀了这世道。魏灵拉开我的手，毅然决然地离开。我愣愣地站在原地，无奈地叹了口气。沈夫人的这2个孩子出落得和他一模一样，怕影响到魏灵的计划。不久之后，我和温角以探亲为由去了乡下，整整1个月时间，我们对京城的消息一无所知。偶然听到从京城里来的小商贩兴奋地说，魏将军造反了，现在京城可是换了新天了。我和温角长舒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魏灵亲自来接我和温角回去，他看起来清瘦了不少，眉眼间也有些疲态。温角激动地跑过去抱住他，两人相拥而泣。马车上，将军，魏老爷那边你要怎么处理？既然要改朝换代，必然要肃清了在朝廷盘踞了多年的世家大族，而魏家就是京城最大的世家。魏老爷再怎么说都是他的父亲，他死了，柳曼堂也死了，他们的儿子被柳家人领走，带去允州。魏灵缓缓睁开眼，父亲暗中调查我，发现了我的意图，来我宅中劝告。门外突然有细碎的脚步声，推开门后发现是柳曼堂，他让父亲去告发我，不然他就亲自去告发。他刚准备走的时候，被父亲一箭穿心。父亲说他对不起我娘，不能再对不起我和我姐，选择鼎力支持我。在即将成功之时，他为我挡了一箭，死前嘱咐我一定要将他和娘葬在一起。我噎住，我知道魏老爷一直对沈夫人心中有愧。沈夫人去世后，他精神萎靡了许久，后来他将所有的愧疚都投射到沈夫人和他的一双儿女上，精心培养2人。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会为了弥补愧疚助魏灵谋反。魏灵的声音淡淡的，一直很平静。他恨了魏老爷这么多年，从未叫过他一声爹，如今这声父亲，不知道是抱着怎样一种心情。当朝掌权的人变成了曾经的皇后魏运，小皇子上位，他名正言顺的成了太后，执掌朝政。他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创女子科举，禁杀女婴，实行一夫一妻制，又严厉打击拉帮结派，官官相护，选贤任能。多年后，盛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好像都在往沈夫人曾经描绘的那个方向发展。而我已垂垂老矣，我的身子骨越发弱，恐怕熬不过今年冬天。于是我瞒着所有人，拖着病弱的身子，来到了沈夫人的墓碑旁。魏灵最终将魏老爷葬在了别处，没让2人葬在一起，这样也好，免得让他在地下都不得安息。下了很大的雪，沈夫人墓碑上积了厚厚一层，我抬手将那些积雪拂去。我又想起那个冬天，醉红楼一个娼女惹怒了客人，
被人从楼上扔到了冰冷刺骨的湖里。冬天的湖水寒冷刺骨，那个娼女挣扎着求救，可岸上的所有人都熟视无睹，甚至嗤笑：娼女淹死也是活该，圣国郑国难当头呢。沈夫人解开披风放在我手里，毫不犹豫地跳下了冰湖。事后，夫人，你为什么要去救他？你的命可比他的金贵多了。阿婆，他也是一条命，怎能见死不救？被逼不是他的错，弹词唱曲更不是他的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将罪过怪在他身上。我通水性，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可正是那一次，让他落下了病根。柳曼堂借此机会害他，让他没能熬过那个冬天。沈夫人去世前，让我带她出去走走。她撑着一把油纸伞，走在漫天纯白的雪地里，回过头来冲我灿然一笑：阿苑，我叫沈之。所有人都只叫我夫人，叫我快忘了来时路。话音刚落，她突然跌倒在地上，将平整的雪砸出一个深深凹陷的人形。她的唇角不断溢出鲜血，将白色的雪染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红色，就像她撑着的油纸伞上绘着的稀疏红梅。沈夫人目光空洞地看着前方，喃喃道：这样确实很蠢。她离开时否认了自己曾坚持的一切。我将头靠在墓碑上，笑道：您看，您说的那些话并不愚蠢，您的子女替您做到了您想做的一切。她点燃的星火福泽到了后人。我缓缓闭上双眼，感受生命一点点流逝。耳边突然响起一声嬷嬷，紧接着是很多人向我奔来的声音，是魏林他们找我来了。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扬了扬唇，我这辈子啊，过得算是极好了。魏林的孩子可爱的紧，一声声奶声奶气的叫我祖母。小皇帝也乖巧听话，被教得极好。虽然我的唯一的女儿被溺死了，但我也算是儿孙绕膝，安享晚年。最重要的是，有幸亲眼见到了沈夫人曾描绘的那个世界。不对，她不喜欢别人叫她夫人。那么沈之，你回家了吗？也不知我这么晚才来，还能不能见到你？我娘姓沈，明知，但所有人都只知道她叫沈夫人。她曾救下的娼女求见我，说要为她写一本传记。我放下手中的茶盏，思绪回到很多年前那个霞光漫天的午后。她拿过我手中的女戒扔在地上，告诉我：韵儿，不要读这些规训女子的书籍。谋反成功后，垂帘听政很忙，大大小小的政务都需要我处理。魏林忙着照顾温角，也帮不到我什么。温角生孩子的时候难产，疼了一夜，一盆又一盆的血水被端出。魏林从产房里出来，颓唐地坐在墙角，扇了自己一巴掌，说再也不要孩子了。女人生孩子都是鬼门关走一趟。我站在门外也跟着揪心，好在最后上天垂帘，没让这对苦尽甘来的有情人阴阳两隔。但温角生完孩子，心情低落了许久。魏林忙着带孩子哄大人开心，担在我肩上的东西突然多了许多，忙得不可开交。听到是当今富有盛名的写书人保恩求见，我第一反应是他想自荐自己新编的话本。先前没这么忙的时候，我最爱的便是听说书人讲故事。若论当今最火的写书先生，非保恩不可。茶楼酒肆、街头小巷，属他写的话本子最生动有趣，几乎火遍了圣国。若是往常，我定会见见，但近日实在是政务繁忙。我刚想开口让工人让他回去，工人却说：太后，她自称曾是醉红楼的娼女，您的母亲对她有救命之恩，所以想为她写一本传记。12岁那年，我娘就是为了救一个娼女落下病根。柳曼堂悄悄换了大夫开的一味药，害得她离世。如今火遍圣国的写书先生保恩，居然就是我娘曾经救下的那个娼女。我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传人觐见。来的人看起来比我想象中年轻许多，也是当年他被扔下冰湖的时候也不过才16岁，只比我大了4岁而已。见到我，保恩神情明显恍惚了一下，他愣了许久，才喃喃道：您和沈夫人长得真像。是啊，长得真像。娘去世后，爹也时常看着我，感叹我和娘长得像。既然你是想为我娘写传记，那你想问什么便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保恩点点头，在我对面坐下，打开背着的行囊，取出纸笔开始研墨。我这才注意到他的10个手指没有指甲，只有一层薄薄的血膜似的东西。我蹙眉，还没问，保恩抿唇笑了笑，说：我还是娼女的时候，曾是醉红楼的花魁，深得楚家二公子喜欢。他最喜欢听我弹琴唱曲，楚老爷觉得是我勾引他，便叫人拔了我食指的指甲。第一次拔的时候，3个月后指甲长起来了，他又叫人来拔了一次，就再也没长起来。偏巧那日的客人指明要我弹琴，见我手废了也不肯罢休，我只能被迫拿着琴弹了一会儿。
没过一会儿，手指就血肉模糊，弹不动了。他一怒就提着我将我从楼上扔了下来。原来那日竟是这样的情形吗？我娘去世的时候，我对那个并未见过的昌女其实是有怨的。我总觉得如果我娘没有跳下去救她，那她就不会生病。保恩垂眸，扯了扯唇角，苦涩一笑。我出生起就没见过我娘，我爹是9楼的说书人，我每日跟在他身边端着个盘子收客人的赏钱。从小听久了那些陈年故事，我便想着长大后要写些更有趣的。但我9岁那年，我爹被人打死了，打死他的人说我爹讲的东西含沙射影，讽刺他。官府来抓人也没判什么，人家给些银子就平了这件事。我被人连拖带拽哄去青楼训了几年琴棋书画，13岁开始接客，我算是命好的。16岁遇见沈夫人帮我赎了身，她抬头故作轻松地说：“不说了，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如今也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抱负，写了这么多人们爱看的话本子。关于沈夫人的故事，您知道多少？我娘和我爹之间的故事，我不想赘述，简单讲来便是我爹于落魄时遇见我娘，幸得搭救。他欣赏他脑子里奇奇怪怪的点子，新鲜的想法，一来二去，情愫渐生。我爹曾允诺得此一人，终身足矣。我娘信了，可后来他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权势、地位，什么都想要。一个在圣国举目无亲的孤女给不了他想要的支持，于是我爹勾搭上了柳曼堂。两人摊牌那天，我娘流着泪问他为什么。你真以为我认同你说的那些话，不过是听这个新鲜玩玩？你现在孩子都给我生了2个，又举目无亲，你还能去哪儿？别得寸进尺！我记得从那天起，我娘就不爱笑了，她时常盯着一个地方出神。后来柳曼堂进门，她心肠毒辣，又惯会装可怜。我爹什么事情都偏向她，直到我娘去世，我爹才恍然大悟，痛彻心扉。可斯人已逝，悔之晚矣。我爹便将自己所有的愧疚倾注在我和魏玲身上。我浅抿了一口茶，淡淡道：“不过是一个负心人和一个伤心人的故事，没什么好记的。”保恩点点头，此处我会大致删减略过。那您觉得您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我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呢？柳曼堂说她蠢，我爹说她傻，世人嘲讽她异想天开。可我只记得那个霞光漫天的午后，我娘拿过我手中的女戒扔在地上，告诉我：“韵儿，不要读这些规训女子的书籍。”她教我人格独立，教我不要将丈夫视为天，而是女子当自强，更教我人人平等，不能仗势欺人，高高在上。我娘曾向我描述过另一个世界，那里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上学读书，不会被鄙夷，也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倡导自由恋爱。那里的男子只能娶一个妻子，不能纳妾，是一夫一妻制。女人也可以做官、做买卖，去外面抛头露面。我娘说她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但我娘说暂时去不了，她还在找回去的办法。我和魏玲在这样的教导下成长，对那个世界心生向往。我娘说如果能够回去，她会带我们走。可我们没等到那一天，我娘去世的时候，紧紧握着嬷嬷的手，说她自己很愚蠢，又拜托嬷嬷一定要教我之前没学的女学和女戒，教魏玲没学的那些君臣之礼。她说她教给我们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都是行不通的。我娘说完最后一句话，眷恋地看了一眼我和魏玲，永远闭上了眼睛。我甚至感受不到眼泪在流，只觉得脸颊一片温热。那时我唯一的想法便是，既然这些东西在这里行不通，那我就创造一个能行得通的新世界。我认真地学嬷嬷教给我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进了宫。皇帝比我年长15岁，魏玲死活不准。我扯开他拦住我的手。还记得母亲向我们描绘的那个世界吗？我此去便是要把它变为现实。魏玲这才松了手，她也很争气，从没打过一场败仗，军权越来越大。其实皇上早就已经对魏家动了杀心，准备一步步削权。不过我在他动手之前先毒死了他，谋反很成功。我也按照我娘的构想，替他实现他想做的一切。絮絮叨叨地说了许久，转眼已是暮色，霞光斜斜地照进来，仿佛那天下午一样。保恩记下我所说的话，最后问我，如果能和沈夫人再见一面，你有没有想对她说的话？我抬头看了看火红的落日，淡淡道：我很想她。如果能再见，我想告诉我娘，我想她最温柔良善，也是我最敬爱的母亲。保恩收好笔，将纸张整理好放进行囊，笑道：好，我记下了。如今我唯一的梦想便是帮沈夫人编一本书，她那样的人不该在历史上籍籍无名。若我起身送别她，临了，我问保恩，是你的真名吗？他顿了顿，回我：报恩，便是报恩的意思。我没有名字，没进醉红楼前叫大丫，进了醉红楼叫花娘，但被沈夫人就起的那一刻，
我有了自己的名字。我看着他离去的背景，思绪翻涌，从人人嫌弃的青楼娼妓，到写出风靡大街小巷画本子的写书先生，离了压迫剥削和偏见，娼女一样可以大放异彩。如果宝恩写的传记能够流传于后世，那么我娘会在1000年之后的某一天，偶然看到史书上的自己吗？我既希望她能看见，又希望她看不见。若她早已窥见了自己必死的结局，走向这条路时，又该抱着怎样的信念和勇气？